退兵，就是为了退一步。退一步？那你的意思就是准备让我退一步吧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傅大人已经飞鸽传信，京城聂司衙门的人都在搜集刘墉的证据，很快就会有人来。你要是不退兵，你说你对得起傅大人吗？你对得起傅大人在京城苦心运作吗？哎，再说了，傅大人已经为你安排了背锅的人。怎么样？傅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敢抗吗？哎，抗命我可不敢啊。不过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真的要造反吗？哎，臧大人，这话可严重了啊！造反我哪敢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样，既然你来了，就陪我看一出好戏啊！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能处理得好。我还指着你在傅大人面前为我美言几句呢，是吧？再说了，我之所以这样处理刘墉，我就是为了给山东官员们打个样。到时候你安安生生的过上了快乐的日子啊！你想起来，你还得感谢我呢。大人，进来。都准备好了？都换了响马的衣服，刀也全部都换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下去等我的命令。是。索大人，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再找刘墉谈谈。哼，这就叫不破不立。我现在只好破釜沉舟了。索大人，真要是开了杀戒，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回旋之地了。二位大人，我做了红烧肉，尝尝。哎，臧大人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兵满楼的老板娘，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而且烧了一手好菜，特别是弹了一手好琴，有没有兴致听一听啊？啊，不用了，我想要清静一下。那行，那就等二位大人下次有雅兴的时候，民女再来献丑。先告辞了。好。索大人，我倒真想看看你这戏会怎么唱，万一唱砸了，这项上人头可就安不上去了。官爷，哟，老板娘怎么来了？听说你们在这值岗，我还真来对了。您这是给我们送吃的来了？官爷，你真会开玩笑。你们的饭菜呀，酒楼早就准备好了。是这样，我弟弟呀在里面，这不是饿了好几天了吗？我就想给他送点饭进去，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？哟，那可不行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任何人啊不得出入。是，我也不为难你们。
看，我已经和索大人说过了，他也同意了。老板娘，那您可以进去，但是速去速回，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呀。行行行，我知道，我很快就出来啊！谢谢您，我很快就出来，谢谢您啊。五子，给姐开开门，五子，我是姐姐。走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先别管我怎么来了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索伦图今天晚上要派兵攻打府衙，我怕你们没有防备，所以我就偷了他的腰牌过来给你们报信儿。他们今天晚上的人会装成响马攻打大牢。你怎么那么大胆子啊？索伦图的腰牌你都敢偷？赶快放回原位！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被他发现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，对，他们还有内应。我知道了，快走！哎，这个给你。谢谢嫂子。五子啊，你好好吃啊，小心啊。出卖我们！给我拿下！拿下！大人，又被人家埋伏了是吗？大人。你看你那倒霉的样儿，你去把老板娘给我喊来。是。跪下！这种事儿你也敢答应？那他们拿我姐性命威胁我，我能怎么办呀？秦捕头。是我让五子答应的。怎么回事，大人？大人，我不认识索伦图，他们怎么可能找我呀？他现在不找，马上就会找。那他们找里应外合的人，也不该找我呀，应该找我大哥才是。不对呀，索伦图对东厂府的地盘了如指掌，他不知道谁能用谁不能用啊。刘大人，合着您这是骂我呢？我就是一当叛徒的材料呗！我没这意思。你想，现在有谁呀？你跟达克苏，我猜索伦图准知道我不信任达克苏，所以肯定找你。来，五子，起来吧。其实刘大人早就安排好了，刘大人就猜到索伦图会想着里应外合。大人，真有人找我了，而且他们还拿我姐威胁我。你答应了吗？按照您说的，我犹豫了半天才答应他们。那就好。大人，那我姐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对于索伦图来说，你姐现在很有用，只要徐武不死，你姐安全着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大人，昨天大嫂来找过我，她告诉了我索伦图的计划。
他就是想用他们俩的关系把门打开。大人，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大嫂。哥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出师不利，够索伦图琢磨一会儿的。你们先休息吧。是。走啊。来啦！大人，大人，您找我？大人，民女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，让大人不开心了？这个人昨天进了东昌府，和刘墉通风报信，坏了我的大事。你说这事儿换作是你，对这个人该怎么办呢？大人，这是你们男人的事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。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？好，来人，是，把这人拉出去，给我砍了。是，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？说实话。大人，我之前跟您说过，东昌府里面有我一个熟人，其实那是我的亲弟弟。我只是想进去看看他，给他送点吃的，我什么都没干呀，大人。还跟我撒谎！大人，我真没撒谎，请您明察。看你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杀了你可惜了。副官，在。老爷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里应外合的？嗨，他能怎么干呢？他只有这么干才能赢咱们呀。只不过他没算出来，我猜出他找谁来了。可你要是猜不到呢，这不是太危险了？我替他算好几天了，就这么些人，你说他找谁呀？除了项武，他能找谁？府里就这么多人，就这么等着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？夫人把心放在肚子里，索伦图要想保住脑袋，没几天他就得撤兵，你看着。我看不一定，他这个人呀，变化无常。夫人，要不然我让秦捕头先把你送出去。你呢？我留下来跟他谈谈。那可不行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不，你走啊，至少先是安全的。那也不行，我就算死，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老爷，老爷，索伦图又来了。哎，你看，我没找他，他倒先找我来了。说是抓了个奸细。刘大人，我听说昨天又进去一帮响马，哎呦，我正为你们担心呢。是啊，左大人，也不知道这响马头子怎么想的，非派人往我府衙里闯，死伤不少啊。是吧？哎，正好，我替你们抓了一个奸细。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他呢？我准备烧死他。索伦图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这明明是宾满楼的老板娘，怎么可能是奸细？格格，格格，请看，
这是他亲口供述的文书。他呀有个弟弟叫相府，就在你们东昌府里边，他们两个人内外勾结，串通一气，你们很危险的。左大人，您真是替我们操碎了心呐。刘大人，我给你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内，你把徐武放了，我把这奸细交给你。过了3个时辰，你自己琢磨着怎么办吧。大人，您就让我杀出去吧。大人，他们会烧了我姐的。再等一下，还有3个时辰。老爷，可那徐武已经招供了，还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把他给放出去。不行，夫人，我们只有口供，没有人证。徐武过去就会翻供，到时候被动的是咱们。可现在人就绑在柴堆上，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大人，秦朗愿意主动请缨，斩杀索伦图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可你给我让开！我得去救我姐。武子，你听我的！你给我让开！那他妈是我姐，现在没人管，刘墉管吗？我没时间了。武子，武子，我告诉你，刘大人说的对，咱们这么出去，谁也救不了你姐，反而都得死。武子，听大哥的，你姐不会有事的。她也是我最重要的人。让他们去准备吧。大人，您真要烧死这个老板娘啊？那就看刘墉怎么去选择了。大人，您真英明。哎，上面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他们。那刘墉是傻子，他能把徐武轻易交给我？这索伦图还真是混蛋，竟然还敢架起火堆！大人，还有半个时辰了。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，好像就要点火了。那咱们就这么看着向月荣被烧死啊？而且大人，如果你不救，就会背上见死不救的罪名。如果要救了的话，徐武一旦翻供，老爷会被朝廷追责，又来个栽赃陷害总兵的罪名。这怎么着都是老爷的错了。大人，您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们大人说了，刘大人要找总兵大人说话。看看，走，跟我去会会刘墉。3个时辰已到，刘大人，请出来吧。拿徐武换人。左大人，徐武在这儿，放了江月荣吧。你先把徐武放了。怎么着，左大人？你围着我的府衙，难道还怕我说话不算话吗？哼哼，那不行，让我看看他的脸。
看真着了。金木头，我们先放。怎么情况？刘墉，你敢骗我？点火！是。秦老。住手！圣旨到！刘墉索伦图，听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郝州镇总兵索伦图，居高位拿号禄，享特权，本应为国尽忠，报效朝廷。然索伦图罔顾皇命，滥用职权，犯下累累的罪行，仍不思悔改，武力包围官府，围困朝廷命官，此乃谋逆之罪，有负皇恩。即日褫夺兵权，判斩立决，着东昌府知府刘墉为监斩官，钦此。臣刘墉领旨。老爷，你说如果我爹今天没能及时赶来，我们真的死在这儿了，会不会有什么遗憾呀？没有，没遗憾。可这案子没破，咱们也没能回京城，你也没有官复原职，你真的不遗憾吗？夫人呐，名啊利啊，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看，就经历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我倒更坚定这看法，不遗憾。那你就没有别的想法？没有。那就在被围攻的最后时候，你就没有想点别的？没有。
哦，夫人，我明白了。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，哪怕就是死，也要跟夫人死在一起，才死而无憾。二哥，别练了，快过来。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带好吃的来了。嘿嘿。饺子，尝尝，看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说吧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给我送饺子，这是何意啊？你看出来了？那肯定是有事儿啊！你别含蓄啊，你就直说，我都能承受得住。你大哥向我提亲了。你答应他了？答应了。怎么了？你这副表情，你不替我高兴啊？不是，你说你这这么好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？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大哥人不好？没有啊，大哥人好啊，武功盖世，是吧？人高马大，照顾咱们照顾的都挺好的。你要跟他在一块儿，你一定会幸福。姐，来，我给你擦擦，躺好。没事儿。你饿不？我给你做点吃的去。我这肚子呀，到点就咕咕叫。你说咱们让索伦图给围了这么长时间，好不容易开一次荤，他们那些人还不积极，他们就不正常。我觉得正常的就咱俩。哎，我跟你可不一样啊。
木南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徐武也是被毒蜂杀死的，也就是说，杀害我爹的凶手又出现了。木南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那个放毒蜂的凶手，替你父亲报仇，相信我。贺侍卫，你说会不会是索伦图的人？应该不会，他愿意交换人质，就是想要活的，没必要再杀人灭口了。那还能有谁啊？除了索伦图，谁会对徐武感兴趣？那个人身手不凡，神出鬼没，用毒蜂杀人的方式也比较不一般，应该不是个无名之辈。是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日昌钱庄着火了！大火是子夜时分烧起来的，火势非常严重。 5条人命就这么没了，一共发现了6具尸体。这5具尸体现在经过确认都是账房的伙计，还有1具尸体在账房，孟南姑娘正在处理。孟南，账房怎么样？大人，您也看到了，这里被大火烧成这样，所有的线索都毁了，这痕迹也都一个没留下。 账本呢？账本也全都烧毁了。大人，咱们出去说吧。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分析来看，这5个人是被大火引起的浓烟呛晕，然后烧死的；另外1个是被直接烧死的，但是已经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认出身份。您说这屋内怎么会瞬间燃起这么大一场火呀？ 目前还不能确定，我觉得是有人为原因引起的。这是个疑点。大人，咱们刚刚砍杀了索伦图，日昌钱庄就着了这么大一场火，除了掌柜的无一幸免。您说这2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要乱说。这是6条人命，不然会引起恐慌的。卑职知道了。光知道不行，吩咐下去。 哎，这儿的掌柜你认识吗？名叫陈德，住在茶谷镇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哎，这个是我在火灾现场找到的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它应该是你的吧？上面还有你名字。官爷，这钥匙确实是小了呢，不过陈掌柜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 今天早晨可是我第一个到的火灾现场，而且这东西只有我自己见过，你明白了吗？小人不明白，这钥匙昨晚上我就丢了，丢了，这么巧？陈德，你身为日昌钱庄的掌柜的，竟然能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弄丢，而且它还是导致这场火灾的重要证物啊！官爷，这钥匙 跟这火灾有什么关系呀？他怎么能没关系呢？那要不然我……算了算了，你呀，等着坐牢吧。别，官爷留步。想明白了？哎，也就10两银子的事儿。哦，明白了，小人带了。 这是50两银票，您收着。这叫对了嘛？俗话说得好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破财免灾。是，官爷教训的是。这个你收好。知府大人一会儿就来了，您先坐着，我出去忙了。好，官爷慢走。哎。
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大人，大火是从卧房里烧过来的，我们在墙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箱子，完好无损。打开。开。大人，这儿的老板陈德已经找到了，现在押在府衙。回去看看。是。皇帝哥哥这次总算是硬气一次了。他这一道圣旨怒斩了索伦图，其实也是替咱们老爷扫清了山东的隐患。这下老爷安全多了，我呢也能少替老爷操点心。至于其他那些小毛贼，就靠子枫啊，干嘛呢？怎么了？夫人夸你呢，还怎么了？格格又夸我了。哎呀，我有那么优秀吗？夫人，其实这次我们都应该谢谢你。但是啊，这外忧虽然是解决了，可咱们这内患倒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夫人，这你的意思？老爷天天不着家，子枫呢又神魂颠倒的，难道你们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也奇怪啊，哎，你说你们都没见过女人啊，一个个都这么着迷，尤其是你贺子枫，你是我的贴身侍卫，你比划什么比划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5步之内待命。6步了。哎，没到呢，没到呢。哎呦，格格，您别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呀。哎呀，梦楠姑娘，你别走，我这就去吧，你等我，格格啊。我没生气。我估计你就是想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梦楠姑娘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这梦楠姑娘，怎么了这是？姐儿，你又欺负梦楠姑娘了？哎，没有夫人，梦楠姑娘要走。手里端的什么呀？银耳羹。你喝呀？不是啊。谁让你做的？老爷。端走。好嘞。梦楠姑娘，这怎么这么突然就要走啊？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照顾不周啊？没有，夫人，承蒙您跟大人的照顾，我才得以住在这儿。只是梦楠实在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，所以想住在家，希望夫人能恩准。你已经决定了？梦楠已经想好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多挽留你了。哎，哥哥，这，多谢夫人。那梦楠就告辞了。梦楠姑娘5步啊。没到呢。哎，小人陈德参见知府大人。啊，陈掌柜，不用拘谨，今天就是随便聊聊天啊。来，请坐。多谢大人。陈掌柜啊，大人，昨天你什么时候回的家呀？昨晚上小人关张之后就回家了。哦，这东岔谷离东昌府可是10里之遥啊，你见天都回去？不是，只是偶尔回去。不过昨日界内突然捎来消息，说家中老母身体不适，我关了张之后就赶紧回了家中。嘿，陈掌柜真是福大命大之人呐！都是托大人的鸿福。我哪有什么福啊？我要有福，我能贬在这儿了呀！大人，您言过了。陈掌柜啊，你对这个日昌钱庄着火这事儿怎么看？这事儿，哎，但说无妨。大人，以小人认为他是故意有人在放火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
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钱粮当铺最怕的就是水火二字。这钱庄周围也不得有动火的店面。且建造之时，大堂、篱墙都用的是石料，那所有的木料它都是盖了灰背的。哦，灰背是什么呀？就是涂抹在木头之上，防火之用。至少要涂1寸厚，用来防火。哪怕是烧上1个时辰，它也不会烧到里面的木头。可是，就这一次的火势而言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吞噬了6条人命，以小人看来，这有可能是有人在着火之前，他就进入了钱庄，做了手脚。继续说下去。想必大人都知道了。这钱庄是徐五爷的产业，徐五爷作为东昌府的首富，难免会遭人嫉妒，也可能是因为什么事儿他得罪了什么仇家，他们都碍于徐五爷府上的门客众多，也不敢怎么样。可现如今呢，这所有的门客都被大人您给抓了起来，我想，会不会有人借机报复？有道理。